出任务了。对啊，小安，出任务开心吗？开心啊！有美食等我们呢。来，一样的，来，我来开门，来，小心，请。来，哇哦，哎，出发喽！告诉你哈，这种车是70年代很流行的，所以陈爷爷那个年代哦，常常有看到这种车。哦，你知道这种车叫什么名字吗？我跟你们说吧，这种车叫做面包车。哦你，知道为什么它叫面包车吗？是因为长得像面包吗？他好像什么都知道。我跟你讲，我还以为他会说，哦，这种车以前你们70年代是不是拿来卖面包的？哇，你还懂的，哇，真的，对但是真的很像一个面包。啊，看起来很漂亮，而且呢，就是很多人一定会想要跟它拍照，因为现在很少看到了嘛，以前会看到比较多。OK， 所以我们要不要来看看我们？我可以开吗？都这样开呀。对了，每次都是阿根给小安开了，小安开，我开。小安开 ，OK， 你开啊。我们来看一下。哎，这个是生的芋头嘞，怎么吃？芋头让我想到一个甜品，芋泥啊，芋泥，对，金瓜芋泥。对，所以让我想到有可能是不是去吃甜品？甜品。哎，其实哦，我想到多一个，我渣渣，我们家里面有芋泥。对哦，对，我都在芋泥啊，弟弟，你有没有吃过芋泥？芋泥啊，上次有一次吃过，可是很腻。我不知道这个制作组的用意了，我也是不知道啊可能是要我们猜我们要什么东西是芋头做的。哦，可能是藕桂、芋头糕。芋头糕，芋头糕你们吃过？有啊，那种四四方方那种。对，芋头糕，哎，有可能芋头糕，哇，期待，很期待。哎，你爸爸不是营养师吗？常常有这个芋头也是蛮有营养的。你要问我的爸爸，哦，这样我们看看下面还有没有什么答案。哎呀，这道很出名的，为什么没有想到？这道是算盘子，你知不知道这个算盘子的来源、历史、它的故事？你这样问我，我就不知道。我觉得如果你问小安，他应该也不知道。其实我很厉害，我也不知道。你可不知道？所以我先问你。所以我们要去找答案吗？我知道。哦，你知道？我知道，那个算盘子是宋朝的时候。宋朝？很多大埔的男人因为很穷嘛，所以要离家去赚钱，所以家里的人都会给他们准备一道算盘子，让他们带在路上。哇，这样也可以呀！这样他也知道哎。你是先知啊！我跟你讲，一定有人提供给他资料。他应该是没有啦，没有，他是宋朝的。我不是宋朝的人啦。还有啊，还有那些家里的人为他们准备算盘子，是希望他们工作顺利，然后带很多钱回来。哇，没想到他知道比我们更多。因为我跟你讲，客家是内陆地方客家人有时候去山上采这个草药哦，所以他们可能就是要带一些食物。对，那么算盘子这种是干的食物，就是炒，家人炒的时候带在身上，他们是就是好像客家有擂茶也是这样的，他们是用饭炒，所以跟它的地缘有关系的。哇，为什么你懂？你怎么知道了？厉害嘞！是秘密。秘密他才不可以讲哇，他只是懂很多，可是他不要跟我们分享，秘密来了，怎么办？糟了，怎么办？我们里面颠覆了一个间谍，这样子我们走整个节目就全靠你了。我跟你讲，我们不懂都问你 OK。不懂就问他。我们3次课现在要去吃传统美食了。到了。哇！来下车。喂 ，OK， 这里是红山啊，有算盘子没？
陈师傅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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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的摊位啊？对，我们刚开了不久。听说你之前是做甜点的嘛？对。为什么会换来做？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我本身是客家人。哦，难怪。要把客家美食发扬光大。哦。还有是让更多我们的食客可以品尝到客家美食。这蒜盘子是你自己做的吗？对，不是批发的啦。批发的我们有试过，就是不可以。对，因为我觉得用芋头很重要。对，而且又松，对，又好吃又香的，对吧？而且我们用的芋头呢，就是新加坡可以买到最好的泰国芋头。然后买回来之后呢，我们处理了切片，把它蒸熟，在有一个温度的时候呢，我会加入薯粉，还有一些调味料来制作这个蒜盘子的面团。制作好那个面团之后呢，我们会把它静置一下，然后再把它成型。每一颗蒜盘子呢，都是用手工成型的，所以是一项很费时、很费人力的一个过程。那你们现在可以去坐下先，我准备我们的蒜盘子让你们品尝。OK，是，好吃好亮，来，走。来了，哇，谢谢，就等了。来，让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我们的招牌蒜盘子。那这里呢还有2道比较经典的客家小吃，这个是那个客家萝卜丸，还有这个就是客家炸翅。那你们慢慢享用。好，谢谢你，谢谢。哇哦，这就是小安老师介绍的，对，宋朝已经有的芋头做的美食蒜盘子。来，你们吃。其实我觉得它的这个蒜盘子做，它是自己手工做的，跟有时候我们吃的那个工厂做的不太一样。对，而且它用的这个食材，就是芋头是泰国来的，我们都知道泰国的芋头很松软，是有一点 QQ 的啊。对，其实是有一点 QQ 的。对，而且它最重要的是有芋头的香味。除了 Q 以外，还有什么？你觉得是怎样？黏黏的。其实有一点难。所以你觉得怎么样呢？你看啊，你这用枪指着它，现在用枪口指着它，还是我比较好哦，没有考你哦。其实我有吃过一次，其实是蛮久了。所以我印象当中就是蒜盘子很像塑胶这样，太韧性太对。可是我咬这个的时候，就是不用一直咬它，因为芋头本身是粉状啊，它是好的松的，是松的，然后再加上一些粉啊，这些粉会粘的，太粘的话，太韧的话呢，可能是那个粉用的太多，因为粉比较便宜，这个啊对，那个芋头比较贵嘛。难怪 OK， 明白。除了这个蒜盘子，你懂这些配料有什么吗？有葱然后葱油，然后有香菜，我看到一点点。盐须是吗？是。呀，这些都是可以提味的。对。然后还有蘑菇。所以你最喜欢哪一个？你最喜欢哪一个？葱油。所以小孩子跟我们不一样，对，他喜欢葱油，因为他很直接。你竟然不吃蒜盘子，你竟然喜欢上葱油，所以小孩子跟我们的这个口感不一样。那蒜盘子里面的配料呢，有包含了蒜头、虾米、鱿鱼丝、肉碎、香菇、黑木耳，还有大葱，这些呢都是用来提香增鲜的一些材料。因为我们在制作蒜盘子的时候呢，用的调味料很普通，所以我们就是利用了这些比较有鲜味的食材来增香。我跟你讲，配料就是为了要配主菜。对。如果这个蒜盘子没有再配料下去的话，就是提不到位。所以嘛，你觉得这个蒜盘子为什么小鹏师傅的这个蒜盘子这么出名？你看都在排队，就是有它的功力在里面。对，不容易。那我们的蒜盘子的特色呢，就是用了很足的芋头，就是很少量的那个薯粉，来把它的那个芋头泥粘在一起才。那我们在煎炒的时候呢，也加了少量的鱼露，还有那个沙劳越的胡椒粉。不过这里我们也有一个很特别的技巧，就是我们不叫做炒，我们叫做煎。所以我们就用中火呢，
慢慢的把每一颗算盘子煎到有一点焦香。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做法呢？是因为有一次我在炒算盘子的时候，就是忽然间忘了去翻锅，然后那个底层它就呈现了一层那个焦皮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哇很香很特别。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们就继续用这个做法。那用这个做法来做我们的算盘子，时间比较长。不过我觉得它的那个风味是无可取代的。如果叫你去学怎么做算盘子，你要不要？我要。如果叫我去学做，我要。Hello。Hello， 哇，还有哇，你们吃的好吃吗？好吃啊！那因为你们今天特地来这里嘛，所以就特别的做了一个我从来没有做过的一道甜的算盘子。甜的算盘子，对，没有出现过，在市场没有出现过，没有，今天终于出现。对，就是为了招待你们嘛。对，因为我们普通的算盘子呢，就加了胡椒粉，所以这个就没有，所以它吃起来呢，有一点像那个麻薯的感觉。然后里面呢，我们加了一个斑斓的椰浆然后还有gula melaka， 还有那个西米露，都希望你们吃了会喜欢。这个卖相已经很吸引人了。对，哇，吃了请给我一点好意见。可以，谢谢。来。哎，这个有一点像你刚才讲的那个用椰浆做的那个什么么么喳喳。对，有点像。其实有点像。哇，我第一次看过你用算盘子来做甜品。其实我吃的时候跟那个算盘子，就是刚才我们吃的那道有点不一样，没有那个口感，这个比较 Q， 比较有弹性，所以你越咬那个芋头的味道越散发出来。你是觉得这个的芋头的味道？对。你的口感跟我不一样。为什么？对，我觉得这个咸的的那个算盘子我吃出它的这个芋头的味道的香味。可是这个呢，因为它被这个椰浆跟那个拉玛的抢走了，但是刚刚好，因为它这个甜饼 mix 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还可以。这个很像麻糬耶。麻糬会比较软一点。你们告诉我，这两样甜的、咸的，你们喜欢哪种？我比较喜欢吃甜的东西。OK， 我也是喜欢吃那个。你看，我觉得这 Chef Bang 的这个创意很好。其实你忘记了吗？Chef Bang 之前是甜点师傅，所以他会想到做出这一道那么好吃的甜点。而且他说他从来没有做过，今天才做，是为我们的制作所做的。我觉得这一餐真的很值得。对。哇！吃到饱饱了，现在去坐车，来 ，Let's go！ 哇，我真的没想到，刚才我吃的那盘算盘子，虽然只有几粒算盘，我真的吃到蛮饱的。我吃了一小盘了，全部被我吃完了，所以现在肚子很饱，很饱。冷气吹一下，想睡觉。睡觉？你没有问弟弟，你多饱？9 out of 10。哇，9 out of 10呢，他还有多1分，还可以吃多一点。我这样子是对的了，你对这个美食蛮有这个肯定的。我听说处理那个芋头的时候，有些人他们的皮肤会敏感，然后会开始痒，是不是对的？这因为在我们切这个芋头的时候，里面有这个粘液这个粘液好像它的学名叫做草酸碱应该是，所以就碰到你的手就会痒。所以以前我妈妈在处理这个芋头的时候也是会痒的，但是她很厉害。它是用一些温水白开水，或者是比较不要太热的，然后放一点白醋下去，然后洗下去那有人是说，如果你觉得痒的话，你在火炉那边再稍微烤一下可以。真的可以。对。但是很多时候，我在想是，但是不是烈火那种啦，放在那个火上面了。等一下你的手当然熟了，你就没有感觉了。等一下他以为是真的放在那个火上面这样烤，我们会写。
这个是不可以摸。对了，那个危险，不是很安全的，危险，对不是很安全。OK， 所以呢，我们现在应该是要去另外一个地方，你看你吃另外一道菜，是不是？看你了，刚才你说哇吃的很饱啊，等一下第二道菜吃不下，现在你看一下就想吃了。我懂要问谁啊？问那个很多秘密的人，哎，不要问我。对吗不？是你们做谁心虚？那个人，你看马上就。所以什么？我们现在做吗？给点 tips 啊。哎呀，五狗什么来？玉饺也是我喜欢的。什么是玉饺？玉饺，听你这样说，就是有虾，有饺子，对，有芋头饺子啊。哎，不是嘞，芋头饺子。不是。我们要靠你啊，因为我没有看过也哎，我是。这个也是没有看过的，但是炸的。这个白色的会不会是带子？那个红色的东西有可能是虾蛋还是鱼蛋？对吗？就是那个日本，我们通常吃sushi，对吗也可能？但问题是那个芋头在哪里？我觉得芋头就是这个 brown color 很像烤拿的一个。去炸的嘛，这是炸过的，但这个做法我不懂，因为我没有吃过，我不知道。我蛮期待吃这个的。期待哦，日本餐，芋头做的哦。OK， 芋头做的日本餐，很独特。不错。这个路程到那边大概还有多久？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你不懂啊？我不知道它在哪。OK， 先睡觉一下。等一下我们吃好料。现在我们要去吃创新料理喽！哦，到了，应该是在这里吧？来。哇！哇哦，来，哇！哇！等一下，高楼大厦，这里是商业区，他们怎么把我们丢在这里？你放心，这种环境，这里的书我有信心。为什么呢？看了就知道。哎，这边应该是这边。等一下，你不要乱走，我怀疑是这边。哦，我去探听一下。错了，是在那边。来，走。应该是这里。你看看。应该是这里。哦，这里啊。哇，好多彩虹哦。啊哈。哦，是这里吗？这里是。啊？那个。哦，他的眼力非常好。他看到这个，好，来，我们进来看一下先。哇，这里是很豪华的感觉。哇，小安啊，这次我们猜错了，这不是日本餐。对啊，这个我们在中餐馆啊。对呀，他说了对。其实我真的万万没想到哦，在这个金融区里，我们搭了19层楼的电梯，终于来到这个餐馆，中式的餐馆，而且里面真的是非常漂亮。从外面你真的是万万都没想到这里有这样的一个餐厅。这叫做菜香不怕楼层高，有好吃的，楼层多高我都会来。对，我刚才有打听了，我问这道菜的名字叫什么，叫做金丝丽蓉。哦，袋子。哦，你怎么知道？我偷听。哦，你是偷听啊？我听到一半了，所以你不，我跟你讲，以后有什么东西我们一起分享。哦，对。不要你刚才说你要去推了，然后就顺便去问。哦，对了，应该变成我们两个人都搞错，我们今天两个人很忙碌嘞。现在我多一个问题，金丝我懂，袋子我懂，丽蓉我就不知道是什么。丽蓉，你问，有可能小安知道。你懂吗？你懂吗？丽蓉。丽蓉我就不知道是什么。丽蓉，你问，有可能小安知道。你懂吗？你懂吗？丽蓉。我坦白跟你讲，他的老板黄老板是我多年的朋友。我说这个名字怎么来？他说哦，这个是在广西有一个地方叫荔浦，出的这个芋头非常好吃，很香，所以当地人就把这个芋头蒸熟，然后再加上一些佐料，就把它搅成这个芋泥，所以就取名丽蓉。哦 ，OK， 哦，就是羊肉哦。对。其实我们一家人都很喜欢吃一道菜，叫做萝卜飘香，因为它做的时候的分量比较大，
都需要几位人员才可以吃完它。那我的家人就想，如果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小型的、迷你型的，还有加一点有创意性的菜肴，后来就创造了我们现在的金丝丽蓉袋子。现在我来看看里面到底是怎么样的。好，来。看到了吗？袋子，哇，还有汁，其实当然了，是袋子在里面。哇哦，真的不错现在这个卖相，我的是要拿一粒。哇，哎，这个味道有一点像，一点点像哈，就是广东菜里面有一个点心叫做芋饺，炸芋饺。哦，我知道啊，芋饺。我发现它跟这个广东的这个炸芋饺有点不一样，它那个是肉的，是海鲜类的，它里面的这个味道啊，这个咸度是刚刚好，就是我最喜欢的，所以我完全吃出那个海鲜的味道。而且如果你们看清楚，它有一层芋泥，就是在外面这里，看这里。所以其实我在吃的当然里面是很软，然后外面很脆，然后吃起来就两个掺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口感真的是很不一样。我尝得到一个干贝的味道，除了干贝呢，还有这个蛋的味道，可是这个是冷的，所以配热的非常好。而且其实掺那个mayonnaise，有另外一种感觉，有点不一样了。因为如果单我们吃这个，然后没有那个mayonnaise的话，那个味道就没有那么香，那个mayonnaise带出那个味道。因为你知道为什么炸的东西你配上mayonnaise就是很好吃。对。对。Yes。你看一粒丽蓉袋子好像很小，但是每一粒都有10种不同的材料。我们用泰国的芋头、鸡腿、蘑菇，还有最主要的是用澳大利亚的袋子。我们选择泰国的芋头，是因为它的淀粉成量比较高，搓起来比较容易。最主要的是炸的时候，那个芋泥不会散开，吃起来就比较松软。还有香甜的味道。在馅料方面，我们选择的是要用一个好像不是传统的蚝油酱，我们用这个鲜奶跟鲜奶油配制的酱料。因为这是一个创意的料理，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西式的蛋黄酱，还有配日式的鲱鱼子，加起来这个配搭有西式跟日式。就是很美观又好吃。小安，小朋友们是不是很喜欢吃这种炸的东西？不是啊，我不喜欢。你喷下来，你把那全部都吃到光了。我老实跟你讲。你也不能怪他，也吃很多。爷爷和狗狗，我可以再吃多一个吗？好吃就拿吧，好吃就拿。所以你看，连小孩子都这么喜欢。那小安，你最喜欢哪一个馅料？应该是芋泥。哇，你看吃货的，你看他都懂得，芋泥是最好，这本来就是芋泥嘛。袋子啊，袋子。下一道菜，看看我们要吃什么，看你有给我们什么秘密吧。好。他吃到没有在听你讲话？吃。哇哟！来，终于可以回去车上了。吃得好也吃得饱。对。哇，上！哇！哦 ，Let's go！ 哇，真的。活到老，学到老，也吃到老啊！真没想到一粒芋头可以做出这么多的美食。对，尤其是我们刚才吃的金丝丽蓉袋子，哇，真的是非常好吃。你看，小安他吃到整个盘啊，差不多要去填那个盘哦。所以那个师傅他说：“哎，我的菜这么好吃，很多人都不用洗碗了，就叫他来就可以了。”对呀。刚才小安有说到吗？他吃了第一盘那个蒜盘子，他就讲他是9 out of 10，他饱。然后呢然后呢，他现在吃了这个之后 out of 10多饱10 out of 10，所以就是你不可以再吃了啦。已经要爆炸。第3道你坐这啊。第3道你看来我们吃就好了。我们吃就好了。可是我们不知道今天第3道吃什么。哦。
是不是在这个里面应该会有啦？我开，你要开啊？我开一开，看你什么？ OK， 来，你看我不看呢。你不看，等一下你再看。我不看。 1、2、3。我会喜欢的吗？我不知道，你们自己看。哇，这是什么？你看，说他们放这个，好可爱哦。你看，不是一个这不是食物啦，遮眼睛是吗？这不是食物。他们要我们遮眼睛。有可能是带我们去到一个很神秘的地方。现在要带啊？哎，他讲 now，你看。为什么要闹？他很乖哎，他很乖，你看真的带上去。你又出卖我们了，有内幕消息，真的。内幕消息，你露馅了，我跟你讲。 OK。所以我们就。没有，他是要让我们睡觉。哦，他是要让我们睡觉。睡觉啊，所以啊，这有什么关系呢？睡了之后起来再吃吧。才可以继续吃。啊。好了，那我们就认命了，我们认命。制作组要我们带我们就带，看他们会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哎，狗狗，可能第2层下面还有东西耶。哦，那你开来看了，因为我戴着那个眼罩了，所以我看不到。拨一下。谁可以看到东西的？弟弟哦，只有小安可以看到。我拖出来。但我们还是要带着啊。有东西吗？哦，下面好像没有啊。没有东西就带回你的眼罩，不要看了。我觉得蛮亮的嘞，应该不是在卡巴。好了，你们可以跟我下车了。可以脱眼镜了吗？戴着不可以戴着眼罩下车，一个一个来。我下线，我再扶你们下来。等一下。先从后面开始，我会扶你们下车。哦。有点晕。OK。哈哈哈，我知道在哪里了。还有谁树森大哥 ？OK。你出来，你就会知道在哪里了。OK，可以了。另外一只手往后。在哪里？跟着爷爷。哇，真的，我们有票的感觉。哎呀。其实，等一下哇，现在我们在，你闻一下，其实你能闻到这个地方的味道。我刚才一下车，我闻到，其实蛮像巴沙。为什么我闻到蒜头的味道？然后它越来越重了，超级市场。我的嘞。超级市场，气温越来越冷了。 Vegetable section。不要紧，往前走，往前走。又转对，这个超级市场的。往前走。那个冷冻箱，那个。他们屏风。你要带我们冷冻到。冷冻室。对，冷冻室。哦，我闻到一个早午的味道了。不要走了，不要走 ，stop 了，stop 了，不要走了，stop 了，stop 了。哎呦，很冷。3个拿下你们的眼罩。哇，这里是很冷啊！怎么来了？冷冻箱啊，冷冻箱。哇，冷冻箱，冷冻箱。哇，很冷。哦，真的很冷。哎，你们看，这个是什么？芋头。哦，你把人家芋头。哦，有人要来骂你了，有人要来骂你了。我拿一个。来，你好，你好，来，站这里，站这里，你好。欢迎你们来到我的冷库啊！我是林，姓林。所以这个地方是不是你的？啊，是我们的。哦，不是他怎么敢招待我们呢？我连说话都有，对，冒烟出来。可是弟弟，你站过来。真的没有想到，一粒小小的芋头让我们吃了这么多好吃的。大概是2度到3度之间。加油！这里是2度到3度之间。我们已经快到要来到北极了。好来。可是问题是哦，你看老板穿什么？老板很习惯了。习惯了。你做这一行的做多久了？有40年了。40年。哇，这专业还会习惯吗？专门卖芋头，还有包括其他的。有我们什么蔬菜都有，水果蔬菜全部都有。所以这个地方是什么？这个是专门收藏我们的这个泰国芋头，有皮和削好皮的泰国芋头。OK。所以有皮跟削皮的有什么不同？有皮的就是它价钱肯定不一样。便宜。削皮的价钱就贵。但是削皮的你削皮之后，你拿到的那些。percentage 只有拿到78%。哦，我发现你的这个芋头很漂亮，
而且是很干，因为我们在巴萨买的颜色好像不太一样。对。你为什么有冷藏？芋头是有冷藏的吗？你冷藏可以收1-2个礼拜不会坏。哦。你不冷藏你放外面呢，可能3-5天它就要坏了。因为你刚才有说过，你们进口的是泰国的芋头，所以那个进口的过程是怎样的？这个泰国芋头全部从那个 Bangkok 来到新加坡，大概要驾车来，大概要24小时这样。那么每天从泰国来新加坡的车大概有15辆到20辆。是冷房车吗？冷房车都是冷房车，40车的冷房车。那你们进口的时候，一次过会就是进口多重的芋头？一次来有时800 kg，有时1000 kg。哇，800到1000 kg，很重很多哎。你本身能看得出这个芋头是新鲜还是不新鲜的吗？我们一看就知道这个很新鲜，好像比如这样的颜色是最新鲜的，就是很鲜的颜色咯，这样。一看就知道很新鲜，好像刚刚切出来一样。切出来的，你看，而且它这边你看啊，一直到这很新鲜的。对啊。然后你放久了它会变成有一点黑色或者有一点发毛那些就不同了啦。那个就放很久了。对。刚才我们吃的前2道都是咸香的芋头料理，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吃到甜的。问制作组肯定有但是先去避寒。避寒。我们出去太冷了，工作人员我们都受不了了。我们可怜你啊，你们跟着我一起出来了，走啦。生吃客要去吃我们小朋友爱吃的料理了。哇，你看。这蛋糕的造型这么特别，对，真的对。我们刚刚才说到，我们想要吃甜的东西，没想到制作组那么好，为我们准备了那么多芋头的甜点呢。谢谢你们。想当年我们小的时候要吃这蛋糕不容易啊。为什么？我们当年的蛋糕就是在人家结婚的时候送这蛋糕礼盒，那里面就有几片那种四四方方，造型很简单的。那现在这么多姿多彩，你有没有吃过芋头的蛋糕？好像只有1次哎。1次？几时？1次是我很小的时候。那今天是第2次。对，今天是第2次。大饱口福，很多都是芋头做的。You're so sweet. You're so sweet. 这间店我们卖总共差不多10多种，有芋泥的甜点、蛋糕，还有三明治。这些食谱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在我旅行的时候，我会想，看看别的 cafe 在国外他们做什么，然后把这些 idea 带回新加坡，然后把我们的芋泥放进去，所以才可以做出这么多种类的蛋糕和甜点。所以你这边你会想要吃哪一个先？我要吃这个提拉米苏的，这个比较漂亮。原来你是用漂亮选漂亮的取物啊！将来你娶老婆要不要选漂亮的？要娶贤惠的。OK， 问得太快了。这么多甜点当中啊，我会选择这个，因为它的外观非常漂亮。你看它的花5颜6色，所以我觉得它的口感一定会非常好。所以卖相很重要啦。如果好看的东西还是能够让你开胃的。对 ，OK， 树上大哥到你了。树上大哥到你了。我可以不要选吗？这不要选，你吃得太饱，没有胃口。哦，他不喜欢吃蛋糕。你又知道，他什么都知道。但我是我们的先知。那我们开会的时候我就讲了，所以我们制作团队很好，说你们有什么东西吧。其实我跟你讲，也是很奇怪，不是我很抗拒这个蛋糕，是最主要是很奇怪这种心理作用，就好像有人怕这个 orange 啊，有人怕那个苹果也是，有人怕鸡蛋也是，我就是怕蛋糕。为什么？你看我讲到蛋糕，我就一个个个了，就是不是？没有了，所以这个可以了这个 OK， 这样我就只能选这个咯。对，所以你选这个。这个我也要同样讲一下。这个我选这个是因为它的造型也是很美。对，非常美。大概2年前，我是在新年的期间想说要做一个特别一点的甜点，
然后就想说要用芋头来包馅，而不是用黄梨，因为大家都在做黄梨塔，然后我觉得大家已经做得很好，所以我想要做一个比较特别一点的。之后因为非常受欢迎，然后大家也是要求我们做多一点芋泥的蛋糕之类的，然后在家里一个人做的时候又忙不过来，所以 decide 就开一间 cafe， 专卖芋泥的甜点。这样子就可以应付起来所有人的 order， 然后也可以请多一点人来帮我。哇，看，哇哦，你们没有选这个，你们的纯吃。这个是芋泥，嗯，等一下我还能吃到啊，还有。你看，哦，哇哇，漂亮。哦，最年小的，他最爱的，很不一样，很新鲜，就是感觉，就是等一下。你要让我组织一下，我吃了，我不知道。其实我跟你讲，就是跟我们第2道的创意那个丽蓉的袋子一样啊，外面那层呢是硬的，对，点脆的，然后里面那个是软绵的，是不是？对，不一样的层次。对呀，不一样的层次。这个是甜点，那个呢是咸点啊，所以这个会比较甜，这个比起刚才我们吃的第2道真厉害，会选到一个一样的。当然了，我就是觉得有那个。没有这么多的芋泥的味道，我是啊，要不要跟老板讲一下，没有太多的芋头的味道是吗？可是老板都不见。哦，那好，那就不要紧，我们继续节目来再试一下。OK。我就是觉得有一个 cream 的味道比较。哦 ，cream 的哦，会不会很甜？因为我听说小朋友其实很喜欢吃甜的，你会不会喜欢吃甜？甜度应该是没有这样甜啊。好吃吗？好吃，因为那个 cream 和那个芋泥搭配在一起很好。我们知道这个 mascarpone cheese cream 的时候，也是有一个特别的做法。所以在做这个之前，我们要先把 mascarpone cheese、香草精还有糖加在一起打发起来，打到它没有一粒一粒状态的时候，才把奶油加入进去。我们这么打起来的话，把气泡打入 cream 里面，它口感会比较清淡，它不会这么重口味，也不会吃得太腻。这个塔罗米苏的特点是它有不同的层次，然后你吃得出不同的口感，但你也是吃得出很浓的芋泥的香味。就因为这个蛋糕就特别受欢迎，然后也感觉会吃得不腻，就算你吃完一整块，你也不会觉得太腻，也不会太甜。这个芋泥塔球，这个味道真的是很到位。你看啊，它的芋泥的味道很浓郁。绵绵的啊，然后外面那个球的外面那个是脆脆的，哇，真的搭配起来非常好。那倒像我们潮州人的那个月饼，就是里面有这个芋泥的，对。如果这时候来一杯咖啡，那更不得了。咖啡，你喜欢吗？可是我不能喝咖啡啊。为什么？不能。哎，哇 ，hello， 哇，老板娘，哇，亲自来，这个是芋泥咖啡，芋泥黑咖啡。哦，也是芋泥做的。对，小朋友不用担心，不会喝咖啡也还可以喝我们的芋泥拿铁。哇，还有最后一杯是热的芋泥拿铁。哇，谢谢老板娘，你们太有诚意了，而且你们东西真的很特别。谢谢。呀，本来我都不敢吃蛋糕的，真的会被你们蛋糕的美食迷住了。谢谢你，谢谢。其实我很好奇，哪一个甜点是最受欢迎的？在这里最受欢迎其实是小朋友选的芋泥米苏。哇，你看高手在我们的这个团队里面，你看，他知道对，很多东西他先知，什么东西好吃的他先选，哇，是，确实。在这么多甜点当中，我自己最满意的是我们的塔罗米苏芋泥米苏，它是以意大利的提拉米苏为灵感而做成的。那时带了妈妈到意大利的米兰去旅游，然后在那边尝到了当地的提拉米苏，然后感觉是非常好吃的。然后当时也是想到了可以把我们的芋泥放进去，代替咖啡做一个很特别的甜点。然后结果是大家都挺喜欢的，然后很受欢迎，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的 cafe 就一直有 serve 着这个塔罗米苏。那你为什么会取名叫塔罗米苏？因为它听起来跟 tiramisu 差不多，其实 you realize it's only 2 letters 不一样。对，所以我们就取它的名字塔罗米苏，听起来也很相似，可是听起来又很特别。
它的制作过程其实挺复杂，也是花很多时间的，因为我们是从芋泥开始制作起来的。我们购买的也是泰国的芋头，因为比较香，然后口感也是比较适合放进蛋糕的。做好芋泥之后，我们要把手指饼干浸泡在我们的秘方特别调制的芋泥牛奶里面。一层排完之后，要加入我们的芋泥。芋泥之后抹平了，要加入我们的马斯卡彭 cheese cream。之后把它一样抹平，然后再做第2层。这样子排完之后，把它用保鲜膜盖好，然后收入冰箱。你要选第2道，这边有很多我们还没有试过。OK， 这个啊，这个叫做什么？这个 OK， 应该是千层糕吧，还是什么？哦，千层的。哦，哇，这个做起来不容易嘞。很多层。哇，一层一层的呢，你看，哇哦。哦，所以这个就叫做千层蛋糕。这样吃下去哦，不会说那个芋头跟还是那个芋泥的味道很强，就是把整个 crepe 的味道啊，或者是奶油的味道盖住，所以其实能吃得出它们不同的味道。1000种味道吗？它每一层都是不同，对，因为那个芋泥的口感通常比较重啊，对，然后吃了会感觉很饱很腻，所以我们就把奶油掺进去，然后这样把甜点变得更清淡一些，比较容易吃下去。所以你看到我们吃得很开心，你要不要 try？ 你吃这一边，看在这个漂亮老板娘在这里谢谢。再加上这个芋头蛋糕的吸引力，你这样填了，我就不想用你的了。没有啦，我没有叫你用我的啦，我就是拿掉我的，我没有填了给你用，因为太好吃，所以我要填，我没有给你。我是破例的。不太像蛋糕哎。对，它不是烘的，它是煮的。其实这里面有20层，那个是花非常多时间去煮出来的，因为我们要把一层一层的 crepe skin 煮好，然后之后才把它合起来做成一个蛋糕。它之内的层次里面也有芋泥，也有奶油。难怪，我觉得我们今天这张，我的肚子有点小幸福的感觉。不要浪费老板娘的一番好意，我们把她的甜点都吃完。OK， 我吃完全部。哇，真的会这么大口啊！好吃吗？你今天吃很多了。还有很多哎。看你们吃也是一种幸福，对吧？欢迎2位来到我外祖母的70年代屋子啊！今天让我们3个不同年代的吃客品尝到3种用芋头做的这个美食。第一道就是有古早味的蒜盘子，让人家回味。那么第2道就是丽蓉袋子，让我们有惊喜。第3道就是小孩子、女孩子都很喜欢的甜点。对，那小安，你最喜欢哪一道用芋头做出的美食？应该是第2道那个丽蓉袋子。哦，为什么？因为丽蓉袋子是炸的，我很少有机会吃炸的。其实跟小安说的，我也是很赞同，因为炸的东西我是很喜欢吃，而且呢，它的卖相其实很像以前他们用来装那个金钱的那个袋啊，钱包来的，所以非常有创意。而且呢，那些点缀就让它比较 colorful 一点，他们用那个mayonnaise啊，那个鱼的蛋啊，所以增加了整个卖相，看起来真的是非常好看。而且不只是外观，里面你切开的时候有汁、有鸡肉啊、香菇、有奶油，所以整个放在一起加起来哦，我觉得是非常赞的一个美食。我都说了，丽人袋子让我有惊喜，但是老实说了，这个蒜盘子呢，我也是很回味无穷的。对，所以呢，我觉得不管是哪个年龄层，只要是美食，大家都会喜欢的。所以我们其实是蛮期待下期他们会给我们吃什么，给我们看到什么。期待咯。那我们3吃客下期见。见。哦。